首先，江泽民在军委主席上赖了2年，肯定不是预见到了今天的情形，习近平赖着不走，而只是江泽民自己恋战而已。但是现在形势的发展，让江泽民当年恋战的举动变成了合理化的行为，甚至有点高瞻远瞩。正是江泽民赖了2年军委主席，让习近平能够在17大入常，接了胡锦涛的班。当然了，胡锦涛因为身体很差，有糖尿病，所以并不恋战。即便习近平17大不入常，胡锦涛可能也会规规矩矩地交班给习近平。但也正是胡锦涛的高风亮节，成就了习近平的3连任。习近平2012年接班，2017年拿下孙政才，同年的19大修改宪法。习近平用5年时间干掉了接班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胡锦涛也像江泽民那样恋战，多干2年军委主席，习近平可能没有机会干掉孙政才。19大胡春华和孙政才会顺利入常接班。胡春华接班失败，就在于胡锦涛没有像江泽民那样送一程胡锦涛，把习近平扶上马。所以扶上马送一程这个说法说反了，应该是送一程扶上马。对于胡锦涛来说，是送习近平一程，把胡春华扶上马。日本版本的20大常委的名单是习近平、李克强任委员长、汪洋总理、赵乐际、陈敏尔、丁薛祥、胡春华。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，那么无论21大的总书记是陈敏尔、丁薛祥、胡春华3个人中的哪一个人，习近平3任就必须交权了。因为丁薛祥和陈敏尔再是习近平的亲信，也不可能同意习近平21大连任了。那么无论习近平要把陈敏尔还是丁薛祥扶上马送一程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还要把自己选定的70后接班人扶上马。因为要防止陈敏尔或丁薛祥是习近平一样的野心家。由于习近平坏了规矩，打乱了连任的节奏，陈敏尔或丁薛祥21大接任总书记是干1任还是2任？首先，可以排除陈敏尔或丁薛祥3连任，因为那样习近平的70后接班人根本无法接班。也就是说，习近平选定的70后接班人还要选择到底是接班22和23大，还是接班23和24大的问题。也就是，由于习近平不要脸，干了3届，后面的总书记到底是21大只干1届，还是干2届，往后顺延。到了22大，陈敏尔是72岁，丁薛祥是70岁，胡春华69岁。他们3个人中，21大1个人接任总书记。总书记年龄的要求还相对灵活，比如习近平如果2027年21大退休是74岁，而江泽民交出军委主席时是79岁。陈敏尔、丁薛祥、胡春华中的1个人如果接任总理，按照7上8下，那么只能干1届。因此，习近平如果打算让自己选定的70后接班人能够成功接班，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让70后接班人在21大入常，那么势必要在20大让70后当上政治局委员才可以。另外一种选择是21大之后保留军委主席的位置，也可以在22大上扶70后上马。这种情况下，就不需要让70后在20大进入政治局。所以，习近平想不想4连任，就看20大有没有70后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。个人倾向判断，习近平还是想4连任，根本无意让陈敏尔、丁薛祥、胡春华3人中的任何1个人接班。因此，日本版的常委名单并不可靠。我还是坚持李强入常，也就是习近平想让21大到了68岁必须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入场，让自己可以4连任。